最近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让不少人都看傻了眼。事情是这样的，美国移民局突然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行动，目标竟然是韩国在美国投资建设的大型电池工厂里工作的韩国技术人员。要知道，这些人可不是偷渡来的非法移民，而是韩国企业特地派来帮忙建厂的熟练工人。他们大多数人持有短期签证，甚至不少人是持有可以合法在美国工厂工作的A1签证。但由于美国签证审批速度实在太慢，企业没办法等太久，工厂开工日期卡死了。为了不耽误整个项目的进度，只能让部分技术人员用观光签证入境，先把工作干完再回国。没想到，就因为这个灰色操作，美国移民局竟然来了一次雷霆出击，一口气拘留了300多人。当时的场面据说相当紧张，工厂停工，工人被集中上了大巴车，准备送往机场搭专机回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似乎也意识到事情不太好看，所以没有给这些工人戴手铐，也让他们穿着便服上车，尽量避免制造国际丑闻。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举动还是在韩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韩国总统李在明第一时间公开表态，态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强硬。他直接警告美国，如果不尽快改善针对韩国工人的签证制度，韩国企业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在美国投资，甚至会推迟或者撤回已经在谈的投资计划。这样的表态无疑把压力直接甩回到了美国政府身上。要知道，美国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吸引外国投资，尤其是半导体、电动车电池这样的高端制造业项目，甚至还出台了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来吸引韩国、日本、台湾的企业去美国建厂。韩国企业的投资不只是钱的问题，还关系到美国本土的就业和供应链安全。一旦韩国真的叫停投资，美国辛辛苦苦推动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可能就要打水漂。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事件一发生，美国总统川普看起来比韩国人还着急。而且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被抓的韩国工人几乎都是技术人员，不是那种普通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有专门的技能，比如建造汽车电池工厂、调试产线、安装设备，这些工作在美国本土几乎找不到人来做。美国过去几十年根本没有什么电池工厂，现在突然要建这么多新的工厂，本地缺乏经验，必须依赖韩国、日本这些国家的技术输出。也就是说，美国一边需要韩国帮忙建厂，一边却把韩国派来的工人当成非法移民抓走，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这一点也让外界看得一头雾水。川普政府不是一直强调要创造美国就业机会，让制造业回流吗？结果工厂还没建好，工人先被赶回去了，那就业从何而来？有评论就调侃说，川普这波操作简直是打脸自己。现在工厂停工，他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急忙劝说居留者留下来，甚至据传还要求移民局加快和韩国方面的谈判，让这些工人先回来继续工作再说。这整个事件就像是一场外交和经济的双重拉锯战。一方面，美国要维持自己的移民执法立场，不能在国内选民面前显得对非法移民网开一面；另一方面，美国又必须确保重大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否则影响到本土经济和就业就是政治灾难。而韩国方面也很聪明，李在明抓住机会强硬表态，让韩国民众看到政府是在维护他们的权益，同时也用投资当筹码向美国施压。这一连串的操作不仅让这起原本可能只是移民局执法的小新闻变成了一场牵动韩美关系的外交风波，也为后续谈判埋下了伏笔。韩国到底会不会真的暂停投资？美国会不会放宽签证审批？这些问题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件事让很多人意识到，全球产业链布局和国际政治博弈是紧密相连的。一个看似单纯的签证问题，背后可能就是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两国关系的角力。如果说第一时间的拘捕行动让韩国社会集体炸锅，那么接下来韩国总统李在明的表态可以说是把这件事推向了外交层面的高点。李在明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直接公开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善针对韩国工人的签证制度，韩国企业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在美国投资。要知道，这番话对外释放的信号很强烈，因为过去韩国历任政府对美国往往比较谨慎，即便出现争议，也会通过低调的外交协商来解决，很少会在公众面前放狠话。
这一次，李在明显然想让美国听到来自韩国的重锤，也是想让国内民众看到政府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为韩国工人出头。从政治角度来看，李在明的表态其实有多重考量。第一，他需要稳住国内舆论。韩国民众看到自家工人被当成非法移民抓走，情绪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对韩国的侮辱。如果政府没有任何反应，反而会被指责跪得太快，影响支持率。第二，李在明也想借机向美国讨要一个更合理的制度安排，比如加快签证审批，简化手续，为这种短期技术人员设立专门的快速通道。因为这类问题不是第一次出现，此前也有韩国工厂因为签证不及时导致项目延误，企业承担了巨大的损失。事实上，韩国企业长期以来都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们愿意响应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在当地投资建厂，另一方面美国的签证制度非常僵化，审批动辄几个月甚至半年，根本跟不上工厂建设的节奏。电动车电池工厂的建设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程，从设计、土建到设备安装，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参与，而美国本土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储备，只能依靠韩国派人过去，这就导致一种尴尬的局面，工厂必须开工，但签证还没批下来，企业只能让员工用观光签证先入境，再偷偷去工地干活。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这就是一种灰色地带的妥协。李在明这次把话说得很重，其实就是在向美国摊牌，你不能既要我们来投资，又用移民局的铁腕政策卡我们的脖子，否则一旦韩国企业停工撤资，损失的不只是韩国、美国本土的就业，供应链布局都会受到冲击。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韩国工人的问题，更是美国经济利益的问题。这种强硬表态在韩国国内赢得了一片掌声，许多韩国媒体评论称，这次李在明硬气了一回，展现了韩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自信，不再是无条件迎合美国的小弟。甚至有网友留言说，终于有人替韩国人出头了，美国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把盟友当成工具人。这种舆论压力也让李在明在国内政治上占据了主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李在明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韩国经济对外贸和海外投资依赖度很高，美国是韩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如果因为这次事件闹僵，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贸易、国防合作，甚至波及到半导体、汽车等其他产业的合作项目。因此，李在明虽然言辞强硬，但他也很清楚，最终还是要坐下来谈判，而不是撕破脸。对美国来说，韩国企业的投资是他制造业回流战略的关键。美国同样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李在明的策略更像是先亮出底牌，把话说到最重，然后等美国出面来缓和局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出，这批被拘留的韩国工人将搭乘包机回国，而不是被长期关押甚至遣送。双方很可能已经在幕后达成了初步共识，美国不会进一步升级执法行动，韩国则会配合先把人员撤走，避免舆论持续发酵。这种各退一步的做法既保住了面子，也为后续谈判留出空间。可以说，李在明这次的表态不仅仅是为300多名工人发声，更是为未来韩国企业在美投资争取更稳定的制度保障。他想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解决，而是要逼美国政府承认，这种短期派遣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合理的，必须有相应的签证类别或者快速审批机制，否则类似的冲突还会一再发生。因此，这一部分的关键点在于，李在明把一场看似单纯的移民局扫荡，升级成了一个双边经济与外交的议题。他既向国内交代，也向美国施压，试图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技术层面的问题。这种策略如果成功，不仅能让韩国企业松一口气，也能让李在明在国际舞台上加分，被视为一个敢于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领导人。如果说李在明的强硬表态把球踢回给了美国，那么接下来美国方面的反应就显得有些尴尬和两难。一方面，美国移民局坚持他们的执法行动完全合法，毕竟按照规定，观光签证是不能工作的，更不能参与这种大型建设项目。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不得不考虑到，这些韩国工人被遣返回国后，整个电池工厂的施工几乎陷入停摆状态，这可是他们千方百计拉来的投资项目，关系到美国制造业回流、地方就业和政治政绩。川普本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据美国媒体报道，他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要求白宫幕僚和移民局高层给出解决方案，甚至传出消息说，川普私下劝说这些被拘留的韩国工人留下来继续工作。这种转变显得有些戏剧化，前一刻还是铁腕扫荡，后一刻就开始安抚，让人不禁怀疑白宫是不是也被这场行动吓了一跳。更让美国政府尴尬的是，他们的签证制度早就被批评效率低下，审批动辄几个月甚至更久，根本无法满足这种短平快的技术派遣需求。电池工厂建设讲究时间，很多设备安装、调试必须由原厂技术人员亲自操作，缺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项目延期。韩国企业之所以铤而走险让工人用观光签证入境，就是因为等不起。换句话说，这次移民局的突袭行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美国制度上的短板，让问题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也让事情更加复杂。川普政府一直把打击非法移民当作政绩卖点，不仅在南部边境修墙，还加大了全美的移民执法力度。移民局自然想表现自己的工作成绩，一旦发现非法工作的情况，就会大规模出动，以显示他们的行动力。但是这套逻辑用在韩国工人身上就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因为他们不是偷渡客，也不是在黑市打零工的廉价劳动力，而是高技能技术人员。抓他们和抓非法农场工人、餐馆洗碗工完全不是一回事。更关键的是，这些韩国工厂的建设不仅涉及上亿美元投资，还关系到美国的新能源产业布局。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都把电动车、电池、半导体等行业视为未来的战略产业，投入了巨额补贴，吸引外国企业建厂。如今工厂被迫停工，美国地方政府和社区也跟着着急，因为他们原本指望这些项目创造本地就业，拉动经济，现在一切都卡在签证问题上。这种政策上的左右打脸，让川普不得不在强硬的移民立场和现实的经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如果继续强硬拘留、遣返所有韩国工人，可能赢得一部分保守派选民的掌声，但经济损失和外交后果也会很严重。如果选择网开一面，放这些人回来继续工作，就等于承认政策存在漏洞，可能被对手攻击，对非法移民妥协。在这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开始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局面。国务院和韩国驻美使馆进行了多轮沟通，最终达成妥协，让工人们以较体面的方式回国，没有戴手铐，没有关押过久，也没有给他们留下犯罪记录。这样既保住了移民局的面子，又给了韩国政府一个交代。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问题的根源签证制度的僵化依然没有解决。有分析指出，这次事件可能会推动美国调整部分签证政策，特别是针对高技能短期派遣人员的审批速度。毕竟未来几年，美国还要继续吸引大量外国企业来建厂，如果再出现类似事件，可能会吓跑投资者。对川普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移民问题，更是一个经济战略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可能直接影响他的连任选情。更讽刺的是，美国舆论也出现分裂，有保守派媒体称赞移民局依法行事，认为不能因为对方是韩国工人就网开一面，否则就是双重标准。而自由派媒体则批评这种做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影响投资，又损害盟友关系，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可以说，美国方面的反应充分暴露了他们在移民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的矛盾，既想吸引全球投资，又要在国内保持强硬形象，这两者一旦冲突，就会出现像这次这样令人尴尬的局面。而接下来，美国政府必须给出一个更长远的解决方案，否则类似的事件还会不断上演，甚至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企业对美国投资的信心。如果说美国这边显得左右为难，那么韩国国内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愤怒。消息一传回韩国，各大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电视台开专题讨论，网上热搜几乎被美国拘留韩国工人李在明警告美国这样的标题刷屏。韩国民众的情绪可以说是非常激烈，很多人觉得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我们花了巨额资金在美国建厂，创造就业岗位，帮你补上新能源产业的短板，结果你却把我们的工人当成非法移民抓走，还用大巴车一车一车送去机场，这让韩国人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尤其是在韩国，工人阶层一直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工会力量也很强大。这一次被抓的大部分人正是派遣去美国的技术工人，他们不只是打工仔，
而是建设项目的中坚力量。韩国媒体很快采访了工人家属，很多妻子、父母在镜头前掉眼泪，说他们的家人是去帮美国建厂，不是去偷渡的。这种报道让韩国公众情绪更加高涨，觉得美国不分青红皂白执法，简直把盟友当成敌人。韩国的政治人物也纷纷表态，除了李在明之外，反对党和执政党议员都在国会提出紧急质询，要求政府必须向美国抗议，保障韩国公民的权益。甚至有议员提到，如果美国不改善这种状况，韩国应该重新审视在美投资项目，把资金转向其他国家。这样的声音在韩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一些经济学家也公开表示，美国的签证政策确实存在问题，韩国企业不应一再配合，而是要利用投资作为谈判筹码，争取更公平的待遇。与此同时，韩国民众对李在明的支持率出现了明显回升。原本李在明因为国内一些经济政策受到批评，但这次他在第一时间强硬表态，很多人觉得他有骨气，不像以前一些领导人那样只会一味忍让。社交媒体上甚至有人留言，这才是总统该有的样子。这种舆论反馈也让李在明政府更有底气在谈判桌上加码，继续施压美国。不过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提醒大家，不要把事情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毕竟韩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市场，如果因为这件事导致韩美关系紧张，可能会影响到半导体出口、汽车关税、军事合作等更重要的领域。部分学者建议采取双轨策略，一方面继续强硬要求美国改善签证政策，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外交途径保持沟通，避免矛盾升级。韩国社会的这种情绪也被一些节目拿来和台湾比较，有人说韩国和台湾其实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在于美国的关系中既想保持合作，又怕被压得太狠。节目里甚至有人调侃说，韩国人的膝盖和台湾差不多软。但这次事件至少让韩国人觉得政府不是一味的低头，而是敢于发声，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意压力对韩国政府是双刃剑，一方面它增强了谈判筹码，让李在明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和美国交涉；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的回应不够积极，或者谈判迟迟没有结果，民众的愤怒可能转而指向政府，质疑李在明的强硬只是做做样子。这种复杂的民意氛围也让整个事件充满更多变数。韩国政府必须既满足国内要求，又维护和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一道很难解的平衡题。而这股民意的推动可能会让韩美之间的谈判更加紧张，美国方面也不得不更加重视这次危机，因为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东亚盟友体系的稳定。总的来说，韩国舆论和民众情绪在这件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把原本可能只停留在企业和政府层面的经济纠纷，升级成全民关注的外交事件。现在这已经不仅仅是300多名工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韩国国家尊严和政府公信力的大事。韩国人想看到的不只是工人安全回国，更是美国对未来类似事件的制度性保证。如果说韩国国内的情绪是齐刷刷的指向美国，那么在美国国内，这件事却成了另一场政治撕裂的导火索。移民政策一直是美国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而这次事件恰好发生在大选临近的敏感时期，让两党再一次针锋相对。共和党强调必须严格执法，不能给非法工作开后门，把这当成展示执政能力和边境安全的机会。民主党则呼吁要区分非法偷渡和技术人员短期派遣，认为移民局的做法过于僵化，可能伤害美国经济和外交利益。这种对立在国会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众议院议长强森在会议上提议为一名因政治暴力遇害的保守派人士默哀，结果现场就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共和党人庄严起立默哀，民主党席位传来嘘声和抗议，有人指责共和党在借机炒作政治情绪，还提到当日早些时候发生的校园枪击案，要求关注真正的公共安全问题，场面一度混乱。强森不得不反复敲锤维持秩序，甚至提高音量要求全体肃静。这样的画面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传到全美，更加放大了社会的分裂感。很多保守派选民觉得连默哀这样基本的礼仪都要被嘲讽，美国社会真的病得不轻。而自由派选民则认为共和党一直在利用情绪煽动，
把问题归咎于所谓的非法移民，却不去解决枪支暴力、教育、医疗等真正的民生难题。事件还被一些极端保守派媒体拿来炒作，他们宣称 America is at war， 认为这是全球化精英和普通美国人之间的斗争，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的战争。班农在接受 CNN 采访时甚至直接说，美国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必须全力以赴保卫国家边界和经济利益。这种言论无疑进一步激化了紧张氛围，让本来就紧绷的社会情绪更加极端。而在自由派阵营，像加州州长纽森、前总统拜登都第一时间公开谴责政治暴力，呼吁保持冷静，避免用情绪推动社会对立。他们也批评移民局的做法不够灵活，提醒公众不要把所有问题都推到外国工人身上。拜登甚至暗示，如果他仍在任，可能会推动更灵活的签证制度，以保障关键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这种舆论的撕裂实际上也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川普政府在强硬执法和务实妥协之间反复摇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必须兼顾保守派选民的情绪。太强硬可能会伤害经济，太软弱又会被对手攻击出卖美国工人。尤其是在大选年，任何政策动作都会被放大解读，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变成选战的攻击点。更复杂的是，美国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事件发生地所在州原本指望这座电池工厂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现在工厂停摆，当地的失业率和经济数据可能受到影响。州政府自然希望联邦政府尽快解决签证问题，恢复施工进度。这种来自地方的压力也迫使白宫不得不加快和韩国方面的谈判。可以说，这起韩国工人被拘留的事件不仅仅是一场移民执法风波，更成了检验美国政治生态的一面镜子。它把两党之间、联邦与地方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都凸显出来。有的人看重法律和秩序，有的人看重经济利益，有的人看重外交关系，结果导致整个舆论场陷入互相指责，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内部分裂让外界也开始担心美国是否还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如果连盟友派来的工人都会被大规模拘留，如果连电池工厂这种战略项目都可能因为移民政策卡壳，美国还能不能吸引外国投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比移民局的执法本身更让人担忧。当尘埃暂时落定，工人搭上包机回国，工厂项目按下暂停键，这场风波并没有真正结束，反而留下了更深的问号。大家都在关心接下来韩美双方会怎么收拾这个局面。毕竟这不仅仅是一次执法行动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签证制度、经济利益、盟友关系，甚至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多重博弈。首先可以预见的是，韩美两国肯定会开启一轮密集的外交沟通。韩国总统李在明已经把话说到明面上，如果美国不改善签证制度，韩国企业可能会暂停投资。这种表态等于给了美国一个最后通牒。美国方面为了保住制造业回流计划，也必须给出回应。可能的方案包括设立专门针对高技能技术人员的快速通道签证，简化审批程序，缩短等待时间，甚至为这种短期建厂派遣人员设计新的签证类别。这样既能满足韩国企业的需求，也能避免未来再出现类似的大规模拘捕事件。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场风波其实提醒了所有跨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不只是看补贴政策，还要考虑移民和劳动力制度是否匹配。如果连一家韩国电池大厂都因为签证问题被迫停工，其他国家的企业难免会重新评估风险。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企业要求在投资协议里写入劳动力保障条款，确保关键技术人员可以顺利入境，否则项目无法按期推进。这会倒逼美国政府调整政策，否则制造业回流计划可能就只是口号。从韩国国内来看，这次事件无疑提升了李在明的国际形象，他展现了一个敢于为国民权益发声的领导人姿态。但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压力，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得这么重，接下来必须拿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否则国内民众会认为你只是嘴上强硬，结果还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所以李在明很可能会继续在公开场合强调这个议题，用舆论倒逼谈判进展，让美国尽快做出让步。而对于美国来说，这次事件也暴露出他们在移民和经济政策上的矛盾，一边要展现强硬形象，满足国内政治需求，一边又必须保障外国投资和关键产业发展。
未来美国可能不得不调整移民执法的优先级，把高技能劳动力和普通非法移民区分对待，避免一刀切导致产业受损。毕竟，新能源电池、半导体这些项目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美国未来竞争力的支柱产业。任何延误都可能让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落后。更长远来看，这起事件还可能对韩美关系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韩国或许会在未来的谈判中更敢于提出要求，比如在贸易壁垒、关税、技术合作方面争取更多优惠。韩国民众也可能对无条件配合美国的态度产生怀疑，要求政府在对美政策上更平衡、更讲究互惠。虽然韩美同盟的基本盘不会因此动摇，但双方的互动可能会变得更像平等伙伴，而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另外，这场风波也给其他盟友国家提了个醒，不要把美国的政策环境想得太理所当然。即便你是盟友，也可能因为制度问题被误伤。未来各国可能会更谨慎地规划在美投资，不仅看补贴，还要评估劳动力、签证、政治风险，甚至预留备用方案，以防突发情况导致项目停摆。总之，这次韩国工人被拘留事件，表面上是一场移民执法风波，实际上却像一面镜子，把全球化时代产业合作的脆弱环节照了出来。他提醒所有国家和企业，跨国投资不仅要有资本和技术，还要有制度配套、政治互信，否则随时可能因为一个签证问题让上亿美元的项目停在半路。接下来，这件事的发展还远未结束，韩美谈判的结果会影响未来几年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合作方向，也会影响其他国家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信心。如果谈判顺利，美国或许会出台一套更灵活的签证制度，既保留执法的严肃性，又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如果谈判不顺利，韩国真的暂停或推迟投资，那将是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的一次重击，也可能引发更大的政治风波。对普通人来说，这场风波可能显得有些遥远，但它实际上关系到全球经济的走向，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汽车、电池、电子产品价格。接下来几个月，韩美双方的每一步动作都可能成为新闻头条，是合作共赢还是矛盾加深，就看双方能不能在利益和政治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